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牙医杰尼斯。大家是否和我以前一样，刷个牙莫名其妙就吐血了呢？吓得我更用力的刷，却搞得洗手盆像谋杀案发现场一样。直到上了医学院，才搞清楚刷牙出血是因为牙龈生病了。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牙龈病和解答几个普遍大众对洗牙的迷思和误会。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看到最后哦。牙龈病其实呢是牙龈的感染，是由牙菌斑里的细菌导致的。不了解牙菌斑的朋友们可以看我上一支关于蛀牙的影片哦，在这里我就不细说啦。牙菌斑除了会导致蛀牙以外，它也会住在牙龈沟里面，然后顺着窄窄的细缝不断的向下进军搞破坏，搞得牙龈红肿出血，严重的还会侵蚀你们的牙槽骨，影响牙齿的地基，导致牙齿松动。牙龈病呢，严格来说是由发病的原因来分类的，有一点点的复杂，涉及的专业术语也有一点点的多，不是用一点点的时间就能解释得来的。我考虑做个牙龈病系列吧。如果大家对牙龈病和疾病、身体或其他外界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感兴趣的话，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有人想看，我才有继续创作的动力嘛。OK， 回来，取决于他们对牙龈的破坏程度。我简单的把牙龈病分为了两大类，牙龈炎和牙周炎。牙龈炎 gingivitis 其实呢就是牙龈发炎的学术名词而已。牙龈炎有它独有的症状，导致牙龈炎的原因也有很多，不过别担心，我会一一的跟大家讲解。可是当我们不了解一个正常健康的牙龈，我们如何诊断牙龈炎呢？所以在我们深入了解牙龈炎前，先跟大家聊聊健康的牙龈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的吧。一个完全健康的牙龈应该是长这样的： 1. 珊瑚粉色的牙龈。 2. 牙龈边缘呈贝壳形。 3. 牙齿之间可以看见三角形的牙尖乳头。没错，各位牙医牙科生们不要怀疑，牙尖乳头就是 Interdental Papilla。 4. 健康的牙龈表面犹如陈皮，有点凹凸不平的。 5. 硬而紧绷。 6. 龈沟深度不超过3毫米，在探诊或刷牙的时候都不会出血哦。想要检查牙龈健不健康的朋友，可以先暂停影片去看看哦。其实呢，我们没办法让我们的口腔达到完全无菌，所以一个完全健康的牙龈是少之又少。如果有人击中全部以上的标准的话，那么恭喜你，欢迎你发在留言区，我也想看看。接下来看看不健康的牙龈吧。红红肿肿的，说好的珊瑚色、贝壳形和三角形呢？这个看起来就不像是婴儿紧绷吧。如果再加上连刷牙都一边刷一边吐血的话，还是建议你尽快去看牙医。为什么呢？看下去就知道啦。牙龈炎和牙周炎最大的区别在于，牙龈炎局限于牙龈而已，是可以被治好的。可是如果你放任牙龈炎不管，形成牙周炎时，牙周炎就会侵蚀牙齿周围的地基，比如说牙槽骨、牙骨质和牙周膜。这些支撑组织如果被侵蚀了，是不能再生的。就算以现今的科技和技术，想重建失去的骨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晚期的牙周炎，救治会是个价格不菲的大工程，而且成功率也不高。那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牙周炎呢？ 1. 你会看见和牙龈炎一样的红红肿肿。 2. 牙尖乳头被黑色的三角形取代。 3. 牙齿变长。 4. 牙齿开始 social distancing。 5. 食物容易卡在牙缝里。 6. 一直因为口臭而被嫌弃。 7. 牙齿敏感。如果你有以上好几个症状的话，快去见牙医吧。就算没有，也建议你至少每6个月让牙医检查你的牙齿，还有洗牙。你们知道吗？在发达的国家，洗牙其实是个很普遍的口腔保健。比如说美国吧，他们有专门的牙科保险，洗牙甚至是可以全额报销的。但是在马来西亚，人民对洗牙还缺乏很深的认识，也没有定期洗牙的习惯。那么洗牙到底是什么？定期洗牙真的那么重要吗？口腔里有许多由细菌、食物残渣
和口水形成的牙菌斑。当这些牙菌斑与口水里的钙质结合，就会形成坚硬的牙结石。这只能由牙医使用一个以高频率振动的先进仪器来震碎和冲洗。通俗来说，刷牙就好比洗车，而洗牙就像是给汽车定期保养，需要把里头被忽略的陈年老垢一次清干净，而每半年一次是最适合的频率。可是目前人们对洗牙还是存在一些误解。我整理出了最常问的5个问题。第一，洗牙能不能使我的牙齿变白？答案是不能。洗牙确实能清除牙齿表面的污渍，但只能使牙齿呈现它本来的颜色而已。而健康的牙齿其实本来就是淡黄色的。如果想要明星般的一口大白牙，需要专业的牙齿美白护理哦。第二，洗牙会不会伤害我的牙齿？其实是不会的。如果有看我上一期的视频，就知道牙齿表面的珐琅质有钢一般的硬度，洗牙只会震碎牙结石，并不会伤害牙齿。第三，洗牙后为什么牙缝变大，牙齿变长？其实你本来的牙齿长度和牙缝大小就是如此，只是洗牙前牙缝被牙结石和发炎的红肿的牙龈填满了，你看不见而已。所以洗牙后牙结石不见了，牙龈也不肿了，牙齿自然看起来就变长了啦。第四，洗牙后牙齿为什么会变松，变得敏感？是这样的，当你的牙龈长时间被牙菌斑和牙结石覆盖，牙龈退缩，牙槽骨、牙骨质等牙齿的支撑组织也被里头的细菌所侵蚀，日积月累，你的牙齿其实早就不行了，只不过它们被坚硬的牙结石所支撑着而已。洗牙后被牙结石覆盖的象牙质也会暴露出来，导致洗牙后的一段时间可能牙齿会感到敏感。可是如果不洗牙的话，更多的支撑组织将会被破坏，所以只能尽早止损，把伤害降到最低。而洗牙时牙龈出血或者感到有些许的疼痛，并不是因为这个牙龈不行哦，而是正常的表现。牙结石会导致牙龈红肿、充血，当被洗牙仪器刺激时，发炎的牙龈就有可能会出血啦。只能通过洗牙清除牙结石，让牙龈恢复健康。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吧。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在底下留言，我会尽量的回答。希望这个影片能帮助到你，欢迎订阅、追踪及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们。我们下次见，拜拜。